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使用 Apple Music 一阵子的心得，以及为什么最后呢，我还是选择了回到 Spotify 的怀抱。话说回来呢，其实我原本就已经是一个 Spotify 的忠实用户了，大概用了3年有吧。然后我很久以前开始使用 Spotify 的时候，真的有被它的推荐演算法吓到，就是每一首都可以打中你的心。它就是音乐界的 YouTube， 你听完你想听的音乐之后，它可以推荐无限首类似的曲风的音乐给你，而且每一首歌都可以击中你的心。那这样子用了几年下来，其实就会以为这种演算法就是理所当然的，在音乐串流平台上面，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吧。没有想到最近开始使用 Apple Music 才发现 Spotify 它的好啊。那为什么开始使用 Apple Music 呢？原因就是因为之前使用 Apple Watch 的时候要做一些测评什么的，所以就想说在 Apple Watch 上面装不同的音乐串流软体试看看。然后大家也知道，在 Apple Watch 上面 Spotify 就有点像是一个遥控器，它没有办法离开手机。但是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 Spotify 可以在 Apple Watch 上面独立听的，但是一样是要连线才能使用。只要你的手表是 LTE 版，你就不需要手机也可以听 Spotify 的音乐。不过那个时候就只剩下 KKBOX 还有 Apple Music 可以做选择嘛，所以我就开始试用 Apple Music 3个月嘛。那不得不说 Apple Music 因为是自家的服务，所以它在 Apple Watch 上面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顺畅，就是你要下载或听歌都非常的流畅这样。但是也就这样子而已。我那时候开始用的时候真的是满头问号我们来看一下电脑上面的画面。Apple Music 一进来就是这个画面，它就会要你选你平常听的是哪几种类型。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乱选吧，结果后来我就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东西清除就是去哪里都找不到这个选项，结果我的首页就变成一大堆我没有在听的音乐类型。那现在我们就进来到这个主页啊，我觉得说它的主页是可以多一点个人客制化的推荐，因为它的界面我会觉得说太古板，然后死气沉沉的感觉就很没有诚意。我会觉得说 Apple Music 跟 Spotify 它对我来说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也不会听那种很冷门的音乐。这2间给我感觉就很像是2间不同的餐厅卖一样的餐点，可是服务态度一个非常好，一个非常差的感觉。Apple Music 就很像它东西卖一样贵，可是你要自己去取餐，然后要把餐点收回去的那种感觉，比较像是一个被动式的音乐串流平台吧。就是你要很明确你想要听的音乐有哪一些，例如说你早就知道你一定是会听哪几张专辑，你固定就是听哪几个歌手的音乐的话， Apple Music 可能蛮适合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完全不需要探索这个步骤的话， Apple Music 很适合你。但是你今天只要有一点点心思想要探索新的音乐的时候， Apple Music 真的是完全没有帮助。因为我平常会听的除了一般的流行乐之外，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听一些独立乐团，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就要听一些比较嗨的歌嘛。可是在 Apple Music 上面真的很难找到因为像 Spotify 或 KKBOX 它都会有一个分类，就是运动专门的歌单，然后是非常好取得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分类让你去选。可是 Apple Music 完全没有，你在那边搜寻老半天，然后放出来的歌也不是你满意的。Apple Music 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音乐资料库的感觉，你必须要主动的去搜寻，你才能找到自己想要听的东西。但是你都付了一样的价钱，你不会觉得说人家把菜端到你面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吗？所以后来 Apple Music 3个月试用期到期之后，我就没有再续约了。直到最近在 IG 上面不是很流行贴自己2020年 Spotify 的歌单吗？我才想起来我之前真的很常用 Spotify 听音乐，最近都没有。然后看一下又发现 Spotify 他们年底有做3个月的优惠价，所以我后来又跳回了 Spotify。然后这一次重新开始用呢，我才又发现了 Spotify 它真正的好，就是它不是有6张帮你打造的歌单嘛，然后每一张我都会觉得天哪，它真的很了解我然后它的运动歌单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是连 KKBOX 都做不到的。然后我非常喜欢 Spotify 它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推荐类似的艺人给你。例如说我现在进到 Taylor Swift 它的首页，你只要按粉丝也喜欢，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列出所有喜欢 Taylor Swift 粉丝也喜欢的艺人。这个功能在这种超红的大咖上面可能起不太了作用，但是如果你今天听的是独立乐团的话，这个功能真的超重要的。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Apple Music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还是非常够用，就是你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喜欢听哪一种音
音乐、哪几个歌手、哪几张专辑的话 ，Apple Music 应该还算是堪用。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喜欢听非常冷门的音乐的话，听说 Apple Music 上面的资源好像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推荐演算法来说呢 ，Spotify 真的是没有办法被超越。那我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 Spotify 他们可以开放 Apple Watch 下载音乐，这样子我就可以出门带着手表去运动了。好，那今天的闲聊影片就到这边，也不要忘记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是在用哪一种音乐串流平台听音乐哦。因为现在我其实也还没有试过 YouTube 的音乐服务，好用吗？好用吗？快点告诉我！影片最后呢，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哦。另外呢，也欢迎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applebay123。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